当有身体上的虐待时，说一个人或一段关系是受虐的，真的很容易。但如果没有肢体接触，识别虐待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需要意识到非身体上的虐待，非身体侵害的虐待包括旨在控制、操纵或贬低伴侣，而不依赖身体上的暴力，比如心理上胁迫和言语上侮辱。有没有小伙伴的恋情让自己夜不能寐，或是让自己整天心情沉重？那么停下来，花点时间想一想，看看能不能想到一些答案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表明一个人的恋情实际上是虐待的迹象。好事多到蹊跷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落到如此境地的吗？既然你们的关系开始的那么好，假设有个人叫他亚伦好了，亚伦可能是从布里奇顿庄园的某一集中走出来的，是个完美的人，每天早晚都会发早安和晚安短信，每天送鲜花到办公室，有慷慨的礼物，或每个周末的旅行。就像我说的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片，这是场旋风般的浪漫，而自己很确信你们是灵魂伴侣，亚伦保证你们会在一起，而你知道这终于是真爱了。几乎一夜之间，亚伦变了，让你觉得因为他的好亏欠了他，你觉得自己被亚伦操纵了。亚伦现在对你创造了这种权力动态监督，搞得你不知所措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熟悉了？如果是，可能经历过爱情炸弹。治疗师西林佩卡解释说，爱情炸弹是虐待者使用的一种操纵策略，目的是在短时间内获得你的信任和喜爱。虽然频繁表达爱意并没有什么错，但爱情炸弹却会毫无理由地立即收回。这种强烈的爱和突然的停止是个危险信号，表明你们的恋情是虐待。你确定吗？你的伴侣是否让你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？不是在比喻，而是在真实意义上，你不得不开始一直怀疑自己。也许伴侣撒谎或歪曲事实，但从不承认。也许他们会告诉你，你从来没有让他们把垃圾拿出去，而你已经让他们把垃圾拿出去2次了。如果这听起来像你的伴侣，他们可能在欺骗你。比如，如果你的伴侣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他们是不是会说，但我永远不会伤害你，而不是承担责任和道歉。伯克利的科学评论解释说，回避是种操纵策略，也是种情感虐待，他们会严重损害心理健康。根据他们的研究，煤气灯的受害者开始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感到不确定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失去理智。如果你的伴侣正在使用煤气灯策略，那么你有理由感到疯狂，而这个原因不在于你。如果他们煤气灯操纵你，可能有必要保护自己，免受他们有害行为的伤害，这是虐待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吧，以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提线木偶，有没有想过，恋情有问题，可能是因为你在和一个自恋者约会？治疗师伊丽莎白·科恩说，任何形式的虐待都很难辨别，但自恋型虐待尤其难以察觉，因为有毒恋情和施虐者在一开始可能表现得很完美。如果你的伴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 NPD 或有自恋倾向，他们可能很少有同理心，认为你比他们卑微，这可能会导致虐待行为。这些虐待行为看起来像是克扣感情或金钱，是惩罚你的一种方式，试图干涉或破坏你的职业、爱好或你生活中的其他关系，拿走你的手机，要求知道密码，甚至用讽刺的话来恐吓你，不让你和某些人出去玩。这些扼杀行为证实了，这些行为是为了帮助你的伴侣寻找他们对你行使权利。这些行为会对你产生真正的影响，甚至会导致 PTSD、焦虑和抑郁。如果注意到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些行为，你可能正在经历自恋虐待。永远记住，可以向值得信赖的心理健康专家求助，把事情说出来。创伤性连结，国际创伤和成瘾专业研究所的创始人帕特里克·卡恩斯博士将创伤联系定义为与对自己有破坏性的人的联系。这很容易发生，因为施虐者通常很有魅力，而且会做出很棒的承诺。当施虐者创造并维持对你的权利时，依恋就会发展，让你觉得你永远无法离开这段恋情。创伤联系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正如治疗师特里·科尔解释的那样，成为创伤联系的牺牲品绝对不意味着你软弱，也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，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不管有多能干多坚强。如果你需要创伤纽带夫妻的例子，那就看看哈利和她老公吧。哈利·奎因是小丑在阿卡姆疯人院时的精神科医生，不知何故，他对小丑萌生了依恋，因为他与小丑经历过的同样的创伤有关。有了这种依恋，他坠入爱河，然后坠入了酸桶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。然后呢，在受虐待的恋情中，
很难了解这些迹象，尤其是如果不相信自己是虐待的受害者，或处于受虐待的恋情中，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想要为这段恋情而战很正常，但如果恋情真的有虐待，那么留在其中是不健康的。如果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或情感上受到了虐待，是时候制定全身而退的计划了。在制定安全计划时，向信任的人敞开心扉，重要的是不要与伴侣或任何可能与他们分享的人分享。如果你认为你的另一半可能在监视你的活动，改个新密码，保护你的数字信息安全。认识到虐待的迹象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，采取行动并寻求你应得的帮助至关重要。下面的资讯栏中有帮助热线，如果小伙伴注意到自己的恋情中有任何迹象，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或者认为它可以帮助别人，就把影片分享出去吧。